父为什么难过3代呢？祖先真的能保佑吗？是非篇：世代交替，遗产带来的困扰。本篇内容，这是说破阴府、阴间地府的执行处，而内幕在执行民间人类处理遗产好坏的操信法。首先提示，在民世间有如此多智慧很好的人，为何一生打拼事业，又是有付出基业责任的工作修行法？但是，等到老迈寿终回界时，却无法得到崇高轨道修行处的职位，而且还被排斥而逗留在民间的阴森处，成为困扰的落难者、度畜生者。事实，生前在民世间智慧再好的人，也难得知寿终回界会遭到阴府灵界法规，有执行这项遗产的事务扣分法。这内幕成事的事情，就由我亲身灵魂出窍，去有考灵界所经历的真相，来提供给大家有些处事的概念。此状，其实这种遗产带来的困扰，确实对于一些在民世间有付出基业承担的工作责任者，很不公平。就从工作修行法来谈起，通常在民间社会的人，为了生计，一生打拼基业，这段修行的过程，大部分的人都很少感觉有劳累之苦。此况，工作修行者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无止境的钱财欲望。若是没有这种钱财的诱惑，那根本就不可能有修行的目标，更不可能自我要求、勉励奋斗。这种修行的真意，其实是启发自我的智慧灵根成长，也才能达到高人一等的目的。这就是在民间的人必接受工作修行的模考课程。问题，在民间一生打拼的创业者，等到老迈时，本身多少都有存点积蓄，确实大部分的储蓄者都在晚年时就想积点德，等寿终回界时，希望能得到好果位处。此状的晚年者会有这种念头，就是他年轻时在忙碌的打拼创业，必定难免会多少违反自己的心意，心态不平衡，这是自然自私而得罪他人有怒怨的事，所以想行善积德，望能弥补过去的差错。重点，确实在灵界有这项行善积德的正确者，可抵消生前修行有过错的事。此事也就是民间的人类常言，好心做一点，坏心做一点，弥补就能过关。但也不能坏事干尽，那是天地不容许、难抵消的事。只不过，此类者等寿终回界时，能不能得到好的修行处，那可就有问题了。要如何处理遗产？这是无后顾之忧，让大家自行选择。一，若是基业性的遗产，那就不用考虑，交代清楚，让下代子孙延续发展。如果子孙把它毁了，这种情况与寿终回界者无关，这是下代子孙自行承担的事。二，如何做到为自己积德，也为下代子孙铺路？这是要能够办到，让阴府风云灵界的众多执行长认同，登记为行善积德者。唯一正确的行善积德法，就是将阴府公诸世人的风云道者经典录推广教育给社会大众。此状的积德法，确实是永存民间得声望的崇高果位者，也是靠自己的智慧去认知发扬，流传给后代子孙，唤醒他们的智慧与心灵，做自己的主人。重点，如何办到？必定要指引对方一条正确的光明大道。行善的结果，这是和对方灵界祖先有连带的密切关系。这一点就要行善者仔细思维，事先问自己，此次要行善的事，后果如何？是正确有意义的帮助对方吗？若能认知正确的行善积德法，无所求的执行，那此行善者，往后等寿终回界时，必定得到崇高的果位，确实能上往风云灵界修考。注意，负面的警惕。若是晚年者，行善积德，只为了往后寿终回界时，能得到好的果位修行处。但是，若没有正确来龙去脉的行善积德法，这只是表面自我安慰而已。问题：假使因为你的作为而导致他人的子孙心灵不健康，误导当人类的真正修行目标，产生怪力乱神的现象、邪念、迷惑的思想，变成一群胡乱投医者，甚至当遭遇不幸或生活贫苦的人，
若时常被他人给予同情与施舍，问题必定多少会产生懒惰依赖的习性。此状确实受施舍的人，若他是一位有前途的人才，只是短期间的落魄，在挣扎当中而已。尤其一些有钱的人士，通常都以同情施舍的心态去做，也认为自己是行善积德者。问题必定会导致受贿的人才，因此产生心灵奇妙的内疚，这就是让他无法再有重生的斗志力。前述也如同把他人的下代子孙推落深谷，永无见天日一样。那风云灵界的执行长，他们在灵界任职观瞻，绝对会先登记认清楚此人是一位行善不正确的造孽者，必列入风云灵界，再执行民间人类的事务法。往后等此人寿终回界时，修行成绩因此扣分，获得悲惨结局，难看也必然。3. 若是自己本身无法处理遗产，最好捐给区域的政府，成为整修民间的费用。这样回界的寿终者绝对无后顾之忧。不然子孙有问题，同样在灵界的祖先，必定会互相打扰与指责。这就如同民间人类互相取笑对方教导无方，才会致使民间的下代子孙心灵不健全，言行有所偏差。此况表明，临终前把钱财处理干净，这就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灵界定律，避免留下太多给子孙贪婪的造孽，这也是回界者得来困扰的因素。重点：为什么要捐给生长地的区域政府，成为整修民间的费用？这是自己生前无法处理，也是回界无后顾之忧的最好选择。回馈区域所需的各项建设，寿终回界时，必定列入与世无争的崇高果位者。4. 若是这一生中没有生育的修行者，这确实是灵界后代的人，也同样要打拼民间士农工商的基业修行法，必定要比他人付出多1倍的代价，教导下代子孙，将毕生心力无私的奉献。此类的修行者，确实是列入民间有情如同天地之亲情的无私者，下代子孙都是大家的后代，没嫁娶或没生育的人，都是灵界祖先后代，他们让他们有更重要的职责去做，就是多付出一点心力，在对社会有贡献的事物。重点，这也是一律要在死亡前把财产处理清楚，否则也同样列入本篇，遭受灵界的排斥，成为困扰的落难者。5. 严重性启示：若是自身又无法辨别正确有意义的民间公益慈善机构，最好不要乱捐献，以免得来造孽。这样的积德法，没有思维后果带来对他人的影响。此况者，等死亡回界时，必定无法自由选择循环轨道，这是灵界法规的定例之一。切记，不要捐给民间不实际、假行善真敛财的不孝分子，尤其是捐给各类宗教团体、公坛庙宇，此类确实是列入助纣为虐的造孽行为，免得你今世白白奋斗，空修一场。重点，这就是民间所言，人的智慧有高就有低，有好就有坏，也就是天地上下一线之隔，全在乎人为一念之差而已。在此提醒，民间的人类修行再厉害者，确实千金也难买智慧通。尤其做人若没有那份真诚行善的积德心，就是无所求的心态，千万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，这也是属于造孽的修行者。6. 要点提醒：今日能知晓本篇来龙去脉的人，若是因此不想打拼事业，那往后死亡回界时，必定被打落投胎鱼虾水族之处，沦为清理藻菌的修行者。此况就是列入明知故犯的罪行，这是灵界执法的唯一下场。所以，人类在民间修行的宗旨，是修炼智慧与智商能灵通，为高人一等，往第2界循环的资格，而钱财是民间生计引导的修行指标。重点，天地很公平，好坏不干涉，让读者自行体会，自行选择，这就是个人造孽个人担的修行法。再说破前序内幕真相，这是寿终者的遗产带来之困扰，此事是惊惶失措的遭殃者往后何去何从之景。首先提醒，这阶段写实，内容是阴府阴阳灵界法规的最高机密，此本为禁止，不能透露给民间人类得知。
这是天地五界公平的交替法，也是阴阳灵界的执务者，他们在执行民间人类生死抓交替的程式法则。严重启示，请读者多留神，有缘得知，请勿自行宣扬，可引导他人自行去认知本篇内容，以免触犯灵界法规。这是能知情者自己怎样处事，个人之事。就此内幕演变分部解析。一，这是在民间修行处事，能让众人公认是一位智慧崇高的品德高尚者，也可确定等寿终时是有资格上榜风云灵界的修考者。问题，这只是在民间的人士认同而已。注意，这种在民间被认为是品德高尚者，但等寿终回灵界时，能否顺畅往风云灵界处的考修场，又是否能真正上榜，得到崇高的职位，这关键是出在寿终者临走之前的心态，是否有与世无争的心境。这是已经脱离人类轨道、不同界规的事。所以，寿终回灵界者必定要接受阴府判刑处的审核，检阅心灵磁流魂体所保存的记忆力档案。此物，这是人死亡时必缠黏结合智慧根的灵魂体，就是寿终者，自然会把心灵的记忆力档案带回灵界处，让天地五界众灵根的执行者鉴定此寿终者在生前的修行处事、习性如何，作为审判的依据，公认定职法。问题：阴府这种中立的公平审判法，通常在民间修行一生的处事、品德或智慧再崇高的结晶者，一时要能过这关，平均只有2%位而已。不过，若能认知风云道者经典录，且正确修饰者，未来能上风云灵界修考的灵根将越来越多。此况，这也是在民间有才有势、修行崇高的人，等死亡回灵界时，确实有如此多的寿终者抵触到灵界法规，因为生前未将财产处理妥当，惹来莫可奈何的困扰，一时无法进入灵界的修考处，当场啼笑皆非。此情，这种寿终者的遗产有这么大的阻碍吗？确实是灵界法规的明文规定，天地五界的修考循环法，就是既然轮世当人类，而工作修行的目的，重点是要修炼智慧与智商能够灵通，自然结晶成长，这是各界不同的考验法。前述这种寿终者的遗产，在灵界法规的条例中，也是阴府风云灵界的执行长，从古就赐予民间，让人类常言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很透彻的启示。既然轮世当人，修行处事要修炼品德、智慧，才会灵通高人一等。不要产生贪得无厌的心态，等老迈寿终时，是带不走的。问题就是在世修行的人，把这句话的含义当作口语朗诵而已，也不想彻底去逻辑，它暗示的是什么。二，此项遗产连续演变如何？其实这种遗产，对于下代子孙得来是贪得无厌，皆大欢喜。对寿终者而言，却是乐极生悲。此因，若是有不孝的子孙，那就问题重重了，也就是遗留下来的财产未妥当处理，引发后代子孙的贪念，造成怠惰不上进的祸延根。所以，有遗产出问题的寿终者，而回界时，都会遭受到很大的困扰，就是被扣分法。此状，在民间大多数的人都不知往后寿终回界时会被扣遗产的操性法。确实在世的人，连做梦也难想得到有这项灵界判定法。此类的寿终者，死后遭到这项遗产的审核，个个都哑口无言。此景，连在生时就能灵通五界的修行者，若是生前有财产处理不妥当者，也是无待情，一律同判决法。显境，这类遗产确实能引诱活着的人，导致邪念及好吃懒做等等病态，让下代子孙心灵不健全，沉迷忘了自己在民间应修行的真意。所以，这就是前文所提阴府阴阳灵界法规的最高机密。此内幕禁止公开宣扬，这是天地五界公平的交替法，确实是阴阳灵界的执务者在执行民间人类生死抓交替的程式法则。定此法则的主要原因，就是要抓一些曾经触犯界规的逃灵者。此类以躲藏投入出生人类当修行者，这些曾经的逃灵者，也就是当初灵魂跟着下凡还没投胎人类之前，民间的好坏事物都看得很清楚，
而通常投胎要当人类的灵魂跟着，是有被安排的对象、时间，该当去出生当人。这是我亲身灵魂出窍，时常云有所遇的实况，就是看他们都在争相投胎富贵人家，所以有的争不到好的地位就不投胎。但是下凡投胎的灵魂跟着也有时间限制，不能超过12个月，尤其期限快到，平凡的人家也不要投入，等时限到就逃避，这是违反戒规的逃灵者。这也是因为灵魂跟着下凡还没投胎时，他前世的记忆都很清楚，才造成逃灵犯罪的因素。这就是违反戒规而逃匿的原因。前述这种逃灵者投胎出生人类，对于民间的人而言，有机会投入好的出生处，谁不争？这是自然的心态。同样对灵界的法规而言，此犯规显然很普遍。3. 所以阴府、阴阳灵界法规才将这项程式法则列为最高机密，来作为人类生死抓交替的陷阱。此陷阱，也就是民间人类所言，富不过3代的内幕真相。除非要靠代代的继承人连续打拼、基业成长，世代富裕也理所当然。尤其另一现实的言论，就是棺材是装死人，不是装老人。此句表明，让这类曾经逃匿投胎出生人类的逃灵犯自投罗网。但是，如何看出这类逃灵者的身份呢？就是他投胎出生人类时，阴府、阴阳灵界的执行长就特派灵兵将去单于让他取名册不正确。所以，取名不正确的人，就是身份不符合、为不遵守法令投胎的灵魂跟着，也就是人类的智慧灵根体，为不同的本命星生肖来投胎，取名所需食物类的字体代表性不对者，就是属于曾经违法的逃灵者。提醒：这就是民间的人类取名爱慕虚荣要好听的名字，为名册不正确的原因。重点：此类逃灵者投胎在民间当人类的修行程式法，若习性或品德能修饰良好者，确实能抵消曾经的罪行，算是今世得智慧灵通的修饰法，为最优良的崇高修行者。此因是列入知错能改、善莫大焉的品德高尚者。这是民间人类所言，有坏就有好，但有好要更好，是天地强人所难。此为阴阳灵界法规所定执行的特别满分法。问题：若是民间的生存者，一生修行当中无法遇到观念正确的指导者，属于好坏不知者。如果做人处事，从头错误到9项，最后1项能认知正确，从此修饰良好，就是满分的及格者。但是，如果做人处事，从头都是正确的观念，最后若是所作所为有点差错，就是属于0分者。此类是列入明知故犯的造孽者。此状，依照我所知，这是阴府在处理民间的人类修行法，为勤奋通融的一面，确实是天地最公平的审判法。4. 再续遗产带来困扰的真相。这是前文所提，若是自己本身无法处理遗产，最好捐给生长地的区域政府，成为整修民间的费用，这样毁灵界的寿终者，绝对无后顾之忧。此事言论是私人问题，与区域政府的党派继承无关，这是供国家运用的公共财产，谁当家谁处理的事。重点：通常晚年者，若是一生打拼基业所赚来的大笔钱财。问题：此积蓄如果在生前不肯事先处理妥当者，哪天突然死了，要往灵界的崇高处，也很难进入修考场。此况就是前文所叙下代子孙的问题。好的而言，如果继承的子孙能够把遗产用于连续打拼基业成长的修行法，而且处事不会嚣张，那对寿终的回界者来说，就能心安理得。这是确实能上榜风云灵界处，去当崇高的修考者。坏的而言，若是这种遗产落在不孝的子孙身上，而且产生邪恶的心态与好吃懒做的习性，这种子孙确实是嚣张的处事者。问题：此类者在民间修行时，必定会惹是生非，得罪他人。重点：对于留下财产的死亡者来说，在灵界处修行时，同样也会遇到他人的祖先，必定会互相指责，得来困扰。此因就是被不孝的子孙害了死者回界时，
一时无法进入灵界的崇高修考场，第二届风云灵界。这种回界者，必须还要沦落在民间的阴森处逗留，当度畜生者。此状的逗留是无定时起法，重点必定要等子孙能够自行醒悟，品德修饰良好时，那死者才能再度重回灵界处，去更崇高修考场报道。因此，才造成死者无奈的等待子孙能正常修行、基业成长。这就是民间的人偶有发生，时常梦到祖先来相见的真实写照。但祖先又为什么不把遗产带来，使他在灵界处遇到困扰之事，向继承的子孙托梦说明呢？此事，这是灵界所规定的法律制度。若是死亡回灵界者，必须遵守法则，不能触犯阴阳两界不同灵根植物的界规。如果死亡者擅自处理阳间的人类，必定会被灵兵天降羁押去沦落水界，投胎当鱼虾水族的动态修行法。这就是在灵界触犯法令者的下场。此况，这就是在民间的人，若梦到祖先来相见，他的影像会呈现哑口无言、无奈的表情。身为子孙的人，若真有此梦境，就该检讨自身的言行，是否为品性、处事需改进，好吃懒做，或有邪恶心态，以免拖累祖先蒙羞。此类祖先的赐梦，他也是触犯法令者，必定难逃制裁。再说，此类的遗产，确实惹来寿终者回界时，还要沦落在民间的阴森处徘徊修行。此况的修行者，也是要接受灵界工作的职务法，就是在逗留的期间内，要度畜生的智慧根，使他们生长，为度畜生者。这也是阴阳灵界法规所规定的戒律。但是，此种无定期限的修考法，确实让在等待早日能重回灵界崇高处的修考者感到非常无奈。他们都是生前修行良好者，只是财产没处理妥当而已。此项遗产给亡者带来的影响，就是生前连做梦也无法得知的事，而是寿终者回灵界时才无奈的接受。重点，此情的受创者，个个的心灵都很纷乱不平衡，日积月累这样不满的情绪，天天抑郁寡欢。问题确实也导致这种受创的等待者，在阴间的修行品德本是良好者，变质而行。此况是时常在民间的阴森处逗留，烦闷空虚，无所寄托而为非作歹，戏弄民间修行的人类。这都是心态已经不正常的泄恨者，演变成民间所称的鬼神。这类是时常被惩罚，而一犯再犯的重犯者，为阴界邪灵的来历之一。不过，若经常如此触犯戒规，下场就是处分去投胎第四界水界。5. 前段成事的表白。真相，这类阴界邪灵的生前，确实是民间的修行良好者，只是死亡回灵界时被扣遗产的操性法，也是一时无法上榜风云灵界在修考的崇高者。重点，因此沦落在民间的阴森处修行，徘徊无聊时，竟然玩弄人类，作为泄恨的管道。此类阴界邪灵所徘徊之处，其实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躲藏在寺庙及公坛的地方徘徊，也是民间所有被附身的乩童，所谓神灵降旨。有些就是此类的泄恨者，在操纵宫庙里水界的动物逃灵，共谋在耍弄人类。尤其此类者，曾经都是有声望、修行大有来头的人物，但是死亡回界时，却遭受遗产的困扰，被迫无奈的接受，才成为落难的灵魂跟者。此类者，这确实是没资格上榜风云灵界当崇高修考者，所以擅自在民间乱托梦及显现他们的影像。问题，在世的人也不知他们生前所作所为是好是坏，而在死后竟被后生晚辈拱出他们形象，成崇拜偶像的各类宗教之信奉法，这是跟阴界倒流的行为。此事，也就是如今民间所有寺庙及公坛，乩童起价，自称他的名号，这其实是他们自抬身价、胡言乱语的自封名号，使迷信的人当真。但是，他们又为何要在民间对人类乱刺梦呢？目的，他们就是要玩耍戏弄活着的人。此因，也是当初死亡回界时，遭受遗产判决之事，被逼迫到无奈的接受，所以心有不甘、郁闷，才泄恨作消遣。问题，附在乩童身上的阴界邪灵，
在办事之前，开言时，他们就有明白的表示，是奉旨意要来度众生。所谓度众生，是指度畜生者的工作职责，为在等待重回灵界之修行者，在民间的阴森处徘徊修行，应做的职责，度畜生。此类度众生，确实是度畜生，让动物能够循环到品性修饰良好，使智慧根生长。这是阴府、阴阳灵界法规所规定的戒律，必接受5阶各司其职的工作修行法。惊显，这类的阴界邪灵，绝对不可能救人类，也更没资格度人类。这类是犯戒者，他们自身就难保平安日，违反戒规，将会被抓集而沦落畜生界，还能度活着的人吗？他们只是想尽办法要拉人类下界，去和畜生交替互换职位而已。6. 前述情况，戏弄活着的人，制造事端。通常这类阴界邪灵很轻易抓住人的心灵弱点，这是必然的事，与他们生前的思想习性一样。尤其人心灵空虚，最喜欢做梦，甚至把梦当作神仙或外界尊者的指点，也认为是一种无形帮忙者，这是一般人的想法。因此，造成了人类迷雾的思想与沉沦的恶习，一生不务正业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一心一意只想有不劳而获。这样一劳永逸的心态，为迷惑的错觉。正所谓人牵不走，鬼牵就傻傻去的事端根源。所以，做梦的人把梦当真来处事。若梦是颠倒是非，遭到挫折时，又是谁的错呢？确实，这个梦不论真伪，要让人的一生挫折挣扎到死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是，为何这类阴界邪灵会赐梦给活着的人，甚至让梦成真呢？其实，他们是要使活着的人心灵产生邪恶的念头。这是前文所叙遗产惹来的事故，就是他们生前在民间修行时，也不知道投胎做人的真意是什么，等寿终回界时，无法得到正统的果位。于是，他们就是寿终时，才了解生前的苦修行是错误，也无法重回风云灵界修考，所以才产生了不遵守阴阳灵界法规的行为，成为阴界邪灵。而各个的心态不平衡，且到处干扰一些迷雾的人类，就是要趁机拉人类下界，实行和畜生交替的诡计。确实，此诡计人类会迷信也不意外，他们会先赐给一般有贪念或迷雾的人，使其尝到甜头，获得好处。等沉迷不悟，并且信以为真，宣传牵引众多的迷信者，也是这类阴界邪灵开始出其不意的时机。这是和水界的动物逃灵同流合污的耍弄人类。惊险，他们必定会先找一些比较富裕的人，使他一时迷途，把所有的财物掏空。此事就是要让活着的人一时想不开去自杀，或产生家庭破裂的悲惨局面。这就是阴界邪灵等候要抓交替的目标。其实，民间活着的人，在高等的智慧者也难知情。前述这种曾经回到阴府受审，却被驳回的沦落者之内幕真相。所以，频繁敬奉神明的人，所谓民间风俗，随波逐流的参拜而要求平安。在此点醒，常与阴界倒流，能否平安，自求多福吧。此况，这类阴界邪灵会把活着的人作为泄恨的消遣管道。问题，这若不是我亲身灵魂出窍去云游观域，也难理解这些真相。此景，我看他们在耍把戏，玩弄民间的人类，我才彻底了解且发现，人的心态大都存个贪字，所以才会被这类阴界邪灵把活着的人当作玩偶一样在耍，且不尊重的戏弄，也不怕触犯阴府、阴阳灵界法规的戒律。问题，这是灵界有定的规律，若是民间的人类自愿接受跟阴界倒流，与阴阳灵界的规律无关。这也如同民间的法律处事，就是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确实，活着的人必经过这项陷阱的考验，能清醒的人才有机会使自己智慧成长，此为双方心甘情愿的事。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也才造成了民间人心百态、邪门的根源。前述表明，自愿接受的人，若是有朝一日被点名当抓交替者，死有余辜；不然，他们确实也没理由能加害民间的人类，也算是阴阳两界各不相为谋的事。所以，
这类阴界邪灵的耍把戏，只是诱惑一些无聊迷雾且贪利的人类，甚至演变成民间风俗，为阴阳界互相缠斗、各自消遣的真实情状。7. 若是时常接触这类阴界邪灵的人类，这也是民间古云：教官穷，教鬼死，教流氓吃了米。这表示不怀好意，请鬼拿药单，迟早会出事。如果想要靠阴界邪灵，民间人类称之为神，无形的帮忙，能事业正常发展，有所成就也难。他们绝对不会让民间的人有随心所欲之事，必定会时常捣鬼，做一些干扰。此因就是不让活着的人往后寿终回界时能得到好果位。尤其阴界邪灵的操纵法，绝对不可能真正的帮人类。阴界邪灵所谓的帮忙某位信徒，其实是去祸害其他信徒。所以，同样身为求神相助的自愿倒流者，迟早有一天会沦为被神、阴界邪灵祸害的对象，终究人生是白忙一场的下场。例如，这位做生意的信徒要求神助，希望能业绩大增。若阴界邪灵有意拿此信徒做交换条件，他就会去破坏其他同业的信徒，让同样是信徒的同业出意外、有状况，导致订单全流失，而让这位所谓被帮的信徒捡到订单，业绩就大增了。当然，事后有求者必定得付出可怕的代价，不仅是在生前自己受害或家人受连累。这种跟阴界倒流的人，不论工作多有成就，死后一律投胎第4界当动物类，而且是带着生前人类的记忆去投胎当动物，这确实是最痛苦的修考。所以，在民间有多数的人一生打拼成就的基业，而要能长期的稳定也难。原因就是阴界邪灵暗中在捣鬼。只有拒绝跟阴界倒流的人，就是能做到不求无形相助，不信仰宗教，不拜神，凡是靠自己智慧判断而做处事的人，阴界邪灵就不能干扰。因此，不论是学业、创业等等人生过程，就能确保不被阴界邪灵从中破坏。一切靠实力、凭本事，才是真正磨练智慧灵根、结晶成长的修考法。就此结论，本篇世代交替、遗产带来的困扰，这从头到尾连续的演变，最主要的表白是让民间社会的人能了解： 1. 为何遗产会带来困扰，致使寿终回灵界者一时无法上榜风云灵界当崇高修考者？ 2. 又为何会沦落民间的阴森处，却成为阴界邪灵所作所为居心不良、无聊泄恨、抒发情绪、干扰修行的人类？前述问题，这是自古以来阴阳两界内幕的真实写照，都是千篇一律的连续演变法。若遗产处理不当，往后沦为落难者，绝对也是一样的作为。所以，今世的人类，若一生修行，为打拼基业的责任者，等晚年寿终回界时，要能顺利上榜风云灵界，当崇高修考者。重点，要如何做到心安理得，处事无后顾之忧？那就请读者自行多看，多悟本篇内容，引以为戒。下个单元，是非篇，世界各类宗教的由来。欢迎持续关注、订阅，并按赞我们的频道。人间小路，下期见。